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去年的12月份，中国考古界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确认了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霸陵。之所以能够最终确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呢，就是发现汉文帝的陵墓和距离他800米以外的窦皇后的陵墓，这两个陵墓呢是被一圈的陵墙围在了一起，这样呢就符合了汉朝时期帝后的陵墓同营不同穴的做法。所谓的同营不同穴，就是指都是在一个陵墓内，但是呢，两个人有各自的墓穴。在历史上开创帝后合葬同陵同穴先例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皇后长孙皇后。除了汉文帝和窦皇后的陵墓以外呢，在霸陵的西侧还发现了薄太后的陵墓。薄太后的陵墓的当地人叫做望子冢，史书上记载说薄太后的陵墓是东望戊子，西望戊夫，因为她的丈夫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就在她的西边的咸阳园。但是我想薄太后一定是把最多的目光投向了她的儿子，可能只会是在不经意间往西边她丈夫刘邦那边看一眼。另外呢，还发现了馆陶长公主刘嫖的陵墓，与刘嫖合葬呢，还有她的那个著名的情妇主人翁与戴绿帽的创始人董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有汉文帝一个皇帝的陵墓在这里，其他的那几个皇帝呢？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儿子的陵墓为什么没有和他在一起呢？事实上，西汉大部分皇帝的陵墓都是在西边的咸阳园，比如说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以及汉昭帝刘弗陵。所以呢，咸阳园又被称为武陵园。武陵园这个地方呢，后来成了豪门贵胄们的聚集之处。从那里出来的年轻人就被称为武陵年少，或者叫武陵少年。大家记得李白曾经有过一首诗：武陵年少今是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散尽犹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武陵年少指的就是那些豪门子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官二代。那么汉文帝为什么没有跟他的父亲刘邦、他的哥哥刘盈葬在一起呢？是怕他爸爸抽他吗？还是无脸见他的哥哥刘盈？因为毕竟刘盈的4个庶子之死与他有脱不开的干系。这一点呢，我们是无从知晓的，只有汉文帝刘恒他自己心里清楚。按刘恒的话说，他之所以决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就是咸阳园上没有他的地方了。这个呢，就要说起中国古代的招募制度。招募制度呢，是中国古代针对祖先的庙宇以及墓穴的位置而订立的这样一套制度。具体的说呢，是始祖面南而坐，居于正中，左招右墓，左边也就是东方坐着的是一世祖，面向西，他的对面呢就是这个一世祖的儿子，也就是二世祖，面向东称为右墓。然后一世祖的孙子三世祖又回到了左边，而他的儿子又坐到了右边，以此类推，这就叫做左招右墓。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爷爷和孙子在一边，爸爸和重孙子在另外一边。按周礼规定，天子是3招3墓加上10祖，总共呢可以建7庙。诸侯呢是2招2墓加上10祖建5庙。士大夫阶层1招1墓加上10祖可以建3庙。至于普通的老百姓，那是1庙也不庙。但是呢，即使如此，老百姓供奉祖先的祠堂里的牌位的摆放也是遵循着左招右墓的原则。而当祭祖的时候，子孙们站立的位置也是遵循着左招右墓的原则。
大家知道，汉文帝的地位呢是兄终弟及，他的前一任皇帝是他的哥哥汉惠帝。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招募制度呢不太好实行，因为坐在他们的父亲刘邦对面的已经有了他的哥哥刘盈。他如果坐在刘盈的旁边，那个位置呢应该是他孙子的位置。如果他坐那儿的话，后世的人会说他装孙子。更不能够坐在刘邦的旁边，刘邦的旁边又是刘邦孙子的位置。所以呢，这事儿就比较难办，怎么做都不太符合招募制度。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刘邦的长陵中已经有了吕后合葬，这样薄太后的位置就更加的难安排了。如果安排与刘邦合葬长陵的话，那么薄太后陵墓的规格就必然要低于吕后，这一点呢是汉文帝无法接受的。大家知道，汉文帝弑母至孝，在24孝中就有汉文帝亲尝汤药侍候薄太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说薄太后病了3年，在这3年期间，汉文帝刘恒是目不交接，衣不解带，一直是侍候在薄太后的床边。每一次薄太后要吃药，刘恒都亲自尝汤药。听起来呢，这个故事确实比较感人，但是如果细琢磨的话，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3年的时间不合眼、不睡觉、不更衣，而且还时不时的灌一些汤药，这就是铁人估计也扛不下来了。特别是如果3年不洗澡，那我想太后的寝宫的空气应该都是绿的。当太后从昏迷中悠悠醒转，汉文帝刘恒非常的高兴。汉文帝刘恒不禁惊喜道：“娘，您终于醒了。”只听得窦太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儿啊，娘醒了好几次了，每次醒来以后都被你身上的味儿又给顶晕了。”当然了，这个呢就是开句玩笑。汉文帝确实是一个孝子，这一点呢毋庸置疑。只是24孝的记载呢，很多都非常的夸张。以前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过那个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那其实不过就是一场沽名钓誉的寿。王祥最后当官以后，也背叛了自己的君王。所以说，王祥他并不是忠臣，他也不是什么孝子，他不过是一个演员。24孝中还有一个故事叫埋儿奉母，是说呀，有一个近代人叫郭巨的，他呢家里很穷，又要奉养老母。他有一个儿子，他的母亲心疼自己的孙子，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把吃的东西给他的孙子吃。这样呢，郭巨就难以接受，他觉得儿子还可以再有，但母亲只有一个，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自己的儿子活埋，这样的话省下的粮食就可以奉养老母了。在他挖坑准备活埋儿子的时候呢，就挖到了1桶黄金，说是上天被他的孝念感动，所以呢给他这些钱，让他不用埋了儿子，仍然可以奉养老母。这样的孝完全是有悖于父子天伦，毫无情理可言。到了明朝的时候，还真有一个人想效仿郭巨，这个人呢叫姜伯尔。他母亲生病久治不愈，后来呢他就向神灵祷告，祈求能够治好他母亲的病。为此呢，他愿意奉上他儿子的性命。后来他母亲的病还真的好了，这个姜伯尔还真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情后来被官府发现，官司就打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大怒，说这不是混蛋吗？他杀了自己的儿子，断了自己家族的祭祀，实为大不孝。而且他杀了自己的儿子，他母亲还能活得了吗？如此不孝不义之人，必须重罚。于是朱元璋命令打他100大板，直接把他的屁股打成了 Facebook， 然后发配海南。大概率这个人是没有命了。那么汉文帝登基以后，会不会对功臣集团展开报复，或者说
展开反击呢？应该说他一定会的，但是是以汉文帝自己的方式。他非常的清楚，这场政治角逐的复杂性绝对不会是一道圣旨砍2颗人头那么简单的。也许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功臣集团迫使汉文帝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登上皇位，那么难道他们就不担心汉文帝登基以后的报复吗？应该说他们也是担心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大家想想，当时吕后驾崩以后，刘邦的儿子中还健在的只有刘恒，还有刘长。刘长是吕后一手抚养大的，跟吕后感情深厚，所以肯定是不能继任大统。如果不选择刘恒，那就只能从刘邦的孙子辈中去寻找合适的人选。而刘邦的孙子辈中最有威望、最有实力的，就是齐王刘襄和他的弟弟刘璋。这2个人无论是在讨吕斗争中做出的贡献，还是本身具备的实力和个人的素质，在众多的刘邦孙子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果不选择他们这几个孙子继承大统，而去选择其他的孙子的话，那这2个孙子肯定是不答应的。而最终他们选择了刘恒，也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他们认为那时候异常低调的刘恒很容易把控，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看走了眼。当刘恒带领着自己的一干大臣从代国来到了长安郊外的时候，周勃率领着众臣来迎接。当时周勃对刘恒说大王能否借一步说话。大王下面的大臣宋昌马上就质问周勃说，不知丞相是有什么事非要与大王私下说，如果您说的是公事的话，那不妨当着众人的面说，如果您说的私事的话，对不起，天子无私事。当时的代王刘恒并没有直指宋昌，因为这就是他想要说的话，只是自己不方便说罢了。刘恒不想与周勃私下接触，就是为了避免让外人看来周勃是私相授受，将皇位送给了他。这样的话，他得位不正，而且他也不想买周勃这份人情。他最后还是让周勃以贵献的大礼将皇帝的印玺奉上，以最公开、最正规的方式登上了皇位。2人的第一次交锋，周勃就碰了一鼻子灰。周勃其人呢，他是刘邦的老乡，当年他也算是一个音乐工作者，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当别人举行婚礼或者举行丧礼的时候，他在那里吹吹打打。有人说他当时是吹唢呐的，但唢呐是在东汉以后才引进到了中国，所以他应该吹的是另外一种乐器。每次当他在那些场合在台上吹得满脸通红，眼珠子都要爆出来的时候，却看到台下的刘邦吃着白饭，却吃出了 VIP 的感觉。那时候他心里一定是羡慕嫉妒恨，但是他也非常的敬佩刘邦。最后他就跟着刘邦一起造反，他作战勇猛，慢慢的地位也不断的得到提升，最后也被封了侯，而且还做了丞相。汉文帝登基以后，对周勃是异常的尊敬。每次周勃退朝的时候，汉文帝都目送之。不知道这时候的周勃有没有芒刺在背的感觉？虽然看起来汉文帝送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崇敬和爱慕，但或许周勃仍旧感到了丝丝的寒意。有一次，汉文帝突然问周勃说，请问丞相，咱们1年的牢狱案有多少件？周勃说，我不知道。汉文帝又问，那么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周勃答道，我也不知道。虽然后来陈平为周勃打了个圆场，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但在汉文帝问周勃这2个问题的时候，周勃后背的衣服都被汗打透了。后世有一句成语叫汗流浃背，就是出自于这2次提问。
经历过无数次的血战恶战，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周勃，为什么如此的惧怕汉文帝呢？史书中并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呢，我们可以猜度汉文帝对周勃的这种威慑是一点一滴的渗透进去的。汉文帝当时有一个好帮手叫贾谊，就是写过《秦论》的那个贾谊。贾谊只活了30多岁，但是呢，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汉文帝无限的事业中去了。他给汉文帝出了很多的主意，很多的好主意，有的主意汉文帝采纳了，有的他未及采纳，但事实证明他出的主意都非常的高明。其中有一个就是瓦解功臣集团，他采用的方式非常的阳光。以前的那些功臣集团的成员，不管他们在不在职，都生活在长安，这样他们就可以广泛的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下辈也可以相互的联络，甚至通婚。这样的话造成的局面就是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联系成了一体。而这种庞大的联合对皇权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贾谊就让汉文帝颁了一部圣旨，说在春秋时期呀，那些诸侯们都回到自己的诸侯国，在那里教化百姓，百姓也能够找到他们做人的楷模。现在你们这些王侯们都居住在长安，不利于教化你们属地的百姓，而且还劳民伤财，让他们往这里送物资送钱。这样吧，你们有官职的还留在长安继续任职继续居住，没有官职的你们就回到自己的属地去吧。这道旨意听起来是冠冕堂皇，而且还给这些诸侯王们戴了个高帽，但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以前他们牢固联系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关系给摘开了，然后切断了。汉朝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的传递时间非常的长，如果政坛上有什么异动，他们盟友之间需要相互联络的话，以前都在长安的时候，只要串个门就可以传递信息了。而这时候写封信，信件一来一往，可能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什么事情都耽误了。而且让这些功臣集团分开以后，他们的下一代、军2代、军3代的联络也就慢慢的中断了。毕竟不是生活在一个地方，彼此相距非常的遥远。到后来，甚至他们军3代之间的联姻也变得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本来周勃作为朝中的丞相，在朝中是有正职的，他是不应该与那些人一起搬回到蜀地居住的。但是汉文帝就跟周勃说丞相，你看我现在号召大家回蜀地居住，丞相能否起一个带头作用，你就搬回蜀地吧。就这样，周勃交出了相印，搬到了自己的蜀地，也算是彻底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回到蜀地的日子更加的难过，因为离开了长安，所有关于政坛的消息都变得非常的滞后。周勃更加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时刻都担心着汉文帝会向他挥出那把复仇之剑。有一次，从长安来的一位都尉路过他的蜀地，周勃竟然吓得每日身披铠甲，手拿兵刃，等在府中。他担心这个都尉就是汉文帝派来抓他的。后来有人把这件事禀告给了汉文帝，汉文帝认为他有意谋反，就把周勃关进了大牢。这次汉文帝可能真的是想要杀他了。最后周勃是买通了狱卒，让狱卒带消息给他的儿子，通过他儿子的夫人，他儿子的夫人就是汉文帝的女儿，找到了当时的窦太后，然后又向汉文帝施压，周勃这才幸运地活着走出了大狱。对于退出了权力核心的周勃，汉文帝并没有赶尽杀绝。最后周勃是在汉文帝11年的时候去世，谥号武侯，也算是得以善终。周勃还有一个儿子，是他的次子，叫周亚夫。
这个名字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他是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一代名将。说起这周亚夫啊，我不禁又要跑一下题。大家都听说过袁天罡、李淳风，说他们是善于相面，能够预卜吉凶和未来。这二位如果见到了我下面要说的这个人，他们要管这个人叫祖师爷，不对，应该叫祖师奶奶，因为这个人是个女的，她叫徐父，生活在秦末汉初年间。据《楚汉春秋》记载，他19岁的时候就被刘邦封为了明寺亭侯，也是汉朝时期封的3个女侯之一。这3位女侯分别是刘邦的大嫂或者是二嫂，吕雉的妹妹吕须，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徐父，她是史书上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神相。在《史记》中，关于徐父相术的记载有2段。第一段是说他曾经给汉文帝的母亲薄夫人薄姬相面，不过那时候薄姬并不是刘邦的姬妾，而是魏王豹的女人。魏王豹呢，也是项羽所封的18路诸侯之一。薄姬是魏国王室成员的私生女，后来在薄姬的母亲的运作下，就把薄姬送入了宫，而且还得到了魏王豹的宠幸。有一次，薄姬的母亲特意请来徐父来为薄姬相面。徐父见了薄姬以后，就说：“此女当生天子。”这句话，薄姬是不是当真了，咱们不清楚，但魏王豹肯定是当真了。他觉得薄姬将来能生一位天子，而薄姬又是他的女人，那他魏王豹莫非会是一个开国的皇帝，或者至少也能为这位未来的天子打出一片天地。那时候魏王豹还依附于刘邦之下，知道了自己有可能当皇帝，或者是皇帝他老爸，魏王豹的雄心暴涨。他后来就背叛了刘邦，与项羽结盟，期待着有一天能在项羽与刘邦的夹缝中脱颖而出。结果这个好梦还没有做多久，就被韩信击败，自己也成了刘邦的阶下囚。刘邦并没有杀他，但是把他的家眷都没入了自己的王宫，薄姬也是其中之一。顺便说一下，魏王豹在史书上的名声不怎么样，但是他却有一个非常仁义的大哥，叫魏王纠。魏王纠也是秦末的各路起义大军中的一支。后来呢，他被张邯所带领的秦军围困于一座孤城之中。他看到已经守城无望，而且担心城破之日章邯会屠城，于是呢，他就派人和章邯商议，说我们可以投降，而且我也将自杀殉国，只求张将军不要屠杀城中的军民。章邯答应了他的请求，所以在城门打开之时，魏王纠自焚而死。在秦末的乱世中，是尔虞我诈，礼崩乐坏。在这样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看到魏王纠身上的先秦贵族的遗风，实在是令人感叹不已。薄姬进入皇宫以后，刚开始只是做了一名织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经过她的2位好友介绍，刘邦临幸了她一次。那一次的时候，薄姬对刘邦说妾昨日梦见一条龙进入了妾的怀中。刘邦大喜，对薄姬说：“吾为汝成之。”以下省略20万字。没想到只此一次，就珠胎暗结，经10月怀胎以后，生下了一位皇子，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刘恒。大家想想，当魏王豹知道了薄姬将来会怀有一个天子的时候，薄姬并没有怀孕。魏王豹想必肯定是很努力想造出一个小孩来，但最后是一无所获，而刘邦仅有一次就成了。所以呢，不禁又让我们怀念起那句名言：一命二运三风水，那个魏豹想多了。史记中记载的徐父第2次相面是给周亚夫相面，
当时他看到周亚夫就说：“你3年之后将被封为侯，8年以后出将入相，你可以做丞相，而9年以后你将被饿死。”周亚夫听了以后是大不以为然，说：“许侯，大概你没有了解清楚，我周亚夫可并不是长子，我的大哥周胜文已经袭爵，我怎么可能会被封侯呢？而且呢，我行伍出身，是带兵打仗的，怎么会做丞相？再者说了，我既封侯又做了丞相，怎么最后还会饿死？”结果没想到3年以后，周亚夫的大哥周胜文因犯了事儿，被汉文帝剥去了爵位，而周家世袭的爵位就落在了周亚夫的头上。8年以后，周亚夫带兵平定了七国之乱，是出将入相，真的做了丞相。9年以后，周亚夫遭人陷害，诬以谋反之罪。周亚夫不足，在狱中绝食，最后竟然真的是被活活的饿死了。徐父之前所说的无不应验。在《史记》中还提到，徐父还有一位外孙，他的名字叫郭解，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大侠。刚才呢，咱们说了周勃，功臣集团中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就是陈平。那陈平去哪儿了呢？陈平呢是在汉文帝2年的时候就病逝了，他的爵位也依旧得到了世袭。陈平其人在秦末汉初的时候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史书上关于陈平的记载主要有2点，一个是说陈平高大帅气，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第2点呢是说陈平多用阴谋，少用阳谋。他与张良都是才智出众之人，智商都是非常的高。不过呢，相比于张良而言，他用的更多的是阴谋，而张良用的更多的是阳谋。陈平自己也曾经说过，说我也算是修道之人，但是呢，我用了太多的阴谋，恐怕将来我的爵位一旦丢失以后，就再也拿不回来了。果然，后来他的后世子孙犯了事，丢了爵位，以后陈家就日益的衰败，在历史上没了踪迹。从周勃和陈平2人的结局来看，汉文帝似乎并没有对功臣集团展开报复。但其实汉文帝也报复了，他是运用他自己的种种手段，把功臣集团孜孜以求的权力从他们手里夺了回来，收归于皇权。之所以汉文帝没有在掌权以后大开杀戮，可能是他还有他所顾忌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担心展开杀戮以后，天下会再度发生兵变，大汉的百姓将会再次陷入战乱之中。虽然说在上一季中我们说到汉文帝或许与他的几个儿子的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们必须也要承认，汉文帝还是一个好皇帝。汉文帝的谥号是孝文，西汉的所有的皇帝，他们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而文这个字可是非常高的一个谥号。按谥法解释，惊天伟地为文，普惠爱民为文。谥号文要比谥号武还要高一点，可以说是美事中的美事。一般我们来说，历史上的好皇帝，首先一点就是要轻徭薄赋。汉文帝确实做到了。吕后那时候执行的是15税一，税率已经挺低的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实行了30税一，又减了一半。后来竟然完全取消了土地税，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大陆也是到了2006年才停止征收农业税。汉文帝虽然诛灭了吕氏，但是他的治国方针却完全沿袭了吕氏的风格，依然是提倡节俭，依然是减少开支，依然是不折腾。汉文帝曾经想造一个露台，但是当他知道建造这个露台可能要花费10个中等家庭的财产的总和的时候，他决定停建了。10个中产阶级的财产
如果每户家庭以100万计算的话，不过也就是区1000万元。不管是人民币、台币还是美元，1000万对于一个皇帝而言都不能算是一个什么大的数字。但汉文帝依然舍不得花。从霸陵出土的汉文帝的陪葬物也大部分是一些陶制品，金银器品基本没有。西方经济学有一位教父级的人物叫亚当·斯密，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国富论》。在《国富论》中，他提倡小政府。但自《国富论》问世到现在300多年了，不管是东方和西方，小政府的这个理想都没有实现。政府机构呢，都是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在汉初的这几十年，居然真的做到了小政府。当然了，我们的老祖宗并不把它叫做小政府，而把它称之为黄老之术。综合说来，黄老之术呢，就是要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基本上全面退出经济活动。在西汉初年，只有郡县2级政府，因为全面的退出了经济活动，所以需要的官员数量也是非常的少。据有些学者统计，当时全国1/800的土地就足以供养整个官僚机构。土地税这么低，甚至是没有，战乱又少，兵役徭役自然也就少了。国家机构又这样小，所以百姓的负担并不重。慢慢的，社会的元气就得到了大大的恢复。从吕后执政的15年时间，加上汉文帝执政23年，再加上汉景帝前期的几年，整个西汉初年的差不多70年的时间，百姓生活得非常的安逸祥和。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也欣喜地记下了这一盛况。他是这样记的：至今尚继位数岁，汉兴70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己家族，都必廪余皆满，而府库余获财。京师之前累巨万，冠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致腐败不可食。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家家都有余粮，钱太多了，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小米因为堆积的太多都腐坏了。总之就是4个字：国富民强。不仅如此，虽然说官吏很少，但那段时间也是西汉建朝以来刑事案件和社会矛盾最少的那段时期。在《道德经》中，关于治国的理念方面有过这样一段记述，说太上下之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太上下之有之，指的是执政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下面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但是呢又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就好像大家在看一场足球比赛，裁判在比赛中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作为一个裁判的最高境界，是让球迷在观看比赛时意识不到这个裁判的存在。如果裁判总是在刷存在感，总是成为焦点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肯定会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残破不堪。场上总共只有22名队员，但裁判居然出示了24张红牌，那肯定是他玩嗨了，把2个助理裁判都罚下去了。再其次是亲而誉之，就是下面的人知道领导的存在，喜欢你，而且经常夸奖你。亲而誉之不过是第2层次。再其次畏之，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再其次辱之，这个就更糟了。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他23岁开始执政，总共执政了23年。驾崩的时候46岁。汉文帝的长子刘启继位，就是后来的汉景帝。这一年对于汉景帝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他不仅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他的王夫人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王夫人怀孕的时候对汉景帝说我梦见有日入怀，就是有一个太阳进入了我的肚子里。
汉景帝说这是一个吉兆，他就是汉武帝刘彻。太阳总是带给人们光明，带给人们温暖，也带给人们荣耀的光环。但有时候过于炙热的太阳也会烤焦地上的万物。太阳是这样的啊，汉武帝刘彻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